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本。日本这一次呢，这个执政的自民党跟公民党呢大败，这个大败是根本不过半的大败。好，所以这个对于自民党执政联盟来说呢，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媒体呢还是认为石破茂虽然经历了这么严重的挫败，但是他还可以继续连任首相的几率是高的。不过这里面其实反而大家要注意有一个变数，就是美国的选举结果。你会注意到呢，日本呢这一次他们要推举首相时间定在11月11号，他不是为了111光棍节啊，他是因为呢要度过美国的选举，然后呢，在美国选举确定，甚至于美国新任总统以及国会的意向确定的情况之下，他要秀一秀美国的氛围，才能决定他自己的首相是谁。这才是日本政局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要观察美国。所以呢，这个到底未来的日本跟美国的关系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因为石破茂现在强调说，哎呀，我们希望11月的时候利用 APEC 会议的机会，能够跟习近平双边会议。我想这个恐怕也要等美国总统大选选完了之后，才会知道中日之间能不能有机会，习近平愿不愿意见石破茂了。好，我先看玉芳。就这样，我现在很快再讲一下美国问题，马上就回来。你们所谓的建制派是指谁？你现在讲的小布希也好，是啊，你讲的是这个钱尼也好，是啊，基本上来讲，他们就是离开政坛的人啊。所谓的你要讲建制派，指说目前当道的这些的共和党的州长、共和党的参议员、共和党的众议员，这些人基本上就是支持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川普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建制派不建制派的问题，他们就是一个，就只能说其他的人就被川普给压倒了嘛。没有人可以挑战他，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了。那现在讲到日本了，我的感觉，我也不认为日本是要先看美国的选举，而是因为他们要在密室里面去会谈，要怎么去处理问题。你现在的自民党加公民党215席，其他3个在野党加起来214席，这中间你一定要至少要把在野党里面的其中一个要拉出来。加入执政这个联盟，自民党才能够保住这个首相，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尤其日本的派阀政治，自民党里面的派阀政治，这中间有很多的要搓颜子什么之类的。为什么？那好，我们石破茂，我们将支持你麻生太郎。那我们也支持，比如说国民民主党。我如果国民民主党加进来的，成为执政联盟可能性比较高。那请问你，我们要给他们什么？来当代价？然后你要给我这个派系什么样代价？这样，我认为他们是要去利益交换，去做很多的私底下的那种协商。我觉得美国也不会太在乎日本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你们不管是谁，你们都是听我的啦。我认为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日本人自己也晓得。不管谁当美国总统，他就只有照办，就是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就是日本作为日本的悲哀嘛。你不看到日本有一个人在台湾的那个人吗？很有名的了，我就不要点他名字了。他不说，那你台湾就学日本啊，就交保护费给日本，给美国就好啦。那这样日本就不需要拥有军队。这个我讲了，第一个先不讲他日本有没有拥有军队，20几万人的部队不是部队吗？对啊，这不只是名字叫自卫队，其实你就是一个军队嘛。所以这个是他的谬误了。第二个就是说，日本愿意当美国人的，像附庸这样子，美国人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觉得中华民国一定要学日本吗？我们未必需要学他，我们应该走我自己的路。你日本没有很多选择余地，我认为台湾有很多选择余地啊。因为两岸的关系就是我们最大筹码。钓鱼台为什么李登辉、陈水扁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马英九可以做得成？日本人乖乖把4000多平方公里的渔场，让台湾的渔船可以去钓，因为台湾天天在冲撞，马英九的时候天天在冲撞钓鱼台啊，大陆也去，美国看这样不行了，这样搞下去那怎么办呢？日本更害怕，那好吧，我就割4000多平方公里给你来钓鱼。菲律宾上次愿意低头的原因，他把我们渔船的船长给开枪打死的，也是因为美国人说，那你这样搞下去的话，你中华民国是美国向菲律宾施压的，所以这个有很微妙两岸关系。中华民国可以运用，
你日本是没有这个能耐可以运用，所以我们是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我再把话讲回来，我就说我觉得啦，最后石破茂是没有问题，当首相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他当了日本的总裁，这个首相你没有让他当的话，以后就会乱。所以他的阻隔现在就是3个在野党现在都出来讲说啊，我们不跟自民党合作，但是其实国民民主党、自民党已经派人跟他们双方已经在开始谈了。所以我觉得国民民主党的可能性是比较高，他28席，那加上这个215席，已经过233席的这个要求了。所以我认为日本从此就是说，又可能慢慢又会退回到安倍出来以前那种不断的换首相的那个情况是有可能会出现。就日本他们的派阀的政治，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得了了，因为这个东西，你看日本的战国时代，不就那些军阀嘛？其实那就是军阀之间的合纵连横啊，那种活泼啊，跟那种算计啊。那日本的自民党完全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战国群雄的那个基因留下来的，所以这种派阀的问题没有消除，日本的首相不好干了，这常常可能，尤其安倍。我认为他是最后一位 the last emperor of Japan， 日本的最后一位君王了。我觉得他下去要再有安倍他家族的那种影响力，跟他个人的魅力，要能够这样子纵横日本政坛，那这么长的时间，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所以这个赖老师，你怎么去看日本的政局？之所以说石破茂到底会不会续任首相有悬念。关键还不是如何拉拢在野党，关键在于到底自民党内会不会出现要去检讨石破茂而逼石破茂下台的声音。这一部分当然主要是来自于原本安倍派，那高市早苗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这是大家所观察的重点。所以自民党内部会不会有自己内部的重整？而跟在野党的合作，又会使得他的政策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他如果是跟维新会合作的话，那是极右派。如果他是跟国民民主党合作的话，现在国民民主党已经喊出来说，现在所有的政策都太讨好这个老年人了，应该要让年轻人呢减少负担。因为你去看民调国民民主党是在所有的政党当中，年轻族群最支持的政党，所以他跟自民党的合作会出现世代的争执因为自民党是最老的一批可是国民民主党是最年轻的一批怎么看？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假设了11月11号的投票结果，石破茂赢了，那他可以保住自民党总裁的位置，没有悬念。对因为他已经是首相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自民党的地位至少可以下去但是如果说他在选举的时候选输了，那他同时也会面对自民党内部的挑战，因为一旦选举结果之后这个石破茂没有当首相，那这样的情形下，自民党内一定会要求，那你要辞掉自民党的总裁的职位。为什么？因为现在在选举前，他们不愿意在总裁这个位置上产生变化。如果在11月11号之前，因为现在是11月1号了，10天内你自民党内要选出新的总裁，这个太乱了。这个不利于他们的其他的整合，跟不利于他们的继续执政。所以你觉得反而是11月11号之后才是观察自民党内的。11月11号之后，如果石破茂输的话，那自民党内他们一定会逼石破茂辞掉总裁的位置，辞掉总裁才能够改选总裁。因为他有3年任期的保障。那所以石破茂他目前来讲争取的就是这10天的一个机会。那目前来说的话，由于各在野党他们在第1轮的投票里面都表明，他们一定只支持自己的党首，让他们没办法过半，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过半，都没有办法过半的情形下的话，那除非石破茂成功的把这个国民民主党把它拉进来，目前维新会被拉进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过去国民民主党的党首在当初选完的第一时间，他说我们不会加入执政党，就是不会加入自民党跟国民党的联合的执政党，他是在第一时间首讲。可是隔了几天以后，他松动了，对，他说不排除。那这代表什么？
他有谈判空间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就是说我一开始表达强硬的立场，然后让你的谈判筹码减少。第二个，我有点松动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要更多。这样子对方的开价才要拉高。要拉高，就是你愿不愿意给我。那野田佳彦的企图心是很强的，所以野田佳彦他在争取的是第2轮的投票中。野田佳彦是第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的这个党魁。是的，那他在争取的是在野党的完全团结。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涉及到，那你要给这个在野党中的大党国民民主党，你要给他多少个利益？例如说，他们比较在乎的，国民民主党比较在乎的是经济政策，您刚谈的这一块，这是他最在乎的这一块。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这2大党，你要给我什么利益？例如说你的经济部长要给我，财政部长要给我，那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我的经济政策里面我占有多少决策的空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在谈判的过程中了。初步的判断，我觉得石破茂给的会比他几率比较大。对那石破茂很有可能会去劝党内的各派系，还有劝国民党。那目前的处境就是如此艰难嘛。那如果我们要继续执政，那你就必须要让更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最后最大的获利者应该是国民民主党，也就是他会获得比他现有的席次更多的政治的资源，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党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更大一点了。所以我觉得目前的一个角力是蛮严重的。那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美中日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如果说是川普胜选的话，我的判断了哈，我觉得石破茂当选的几率就高了。对，因为石破茂背后是麻生太郎。对，而且因为石破茂是比较强硬的，麻生太郎也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麻生跟石破茂他们都认为应该摆脱美国的完全控制，应该日本要有更多的自主权。那如果是川普的话，川普这个胃口大，他们上次日本吃了不少东西。麻生是有很多意见的，他看到安倍晋三的完全屈服，他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如果川普赢的话，石破茂当选的几率升高了。更高。如果贺锦丽赢的话，野田佳彦你就必须要思考了，不能小看了，因为贺锦丽相对来讲温和一点的时候，在野党的联合中，他们不会失掉太多的利益的情形下，那我觉得他们会担心说石破茂的个性会不会跟美国产生矛盾冲突，反而是野田佳彦能够更缓和美日之间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微妙的考虑可能会加到里面去，但是会影响多少决策，这一点就比较难评估了。好，香龙怎么看日本的政局？其实他先预告的就是一个混乱的日本，至少1年的时间，因为明年他们还有参议院的选举嘛。可是这个混乱的1年的日本你要去回想2011年之前的那个日本，其实是真的很混乱的。日本是个渐冻国，渐冻症的那个渐冻吗？就他那个渐冻国，不管他的内在的灵魂多活跃。其实他是越来越失去活动力的，而且渐冻，你知道他的终极其实已经很清楚，他终究是死亡。我们在谈日本，就像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我对于讨论日本政治极端缺乏耐心，因为我总是认为讨论日本政治就很容易出现一种见树不见林。对，那种见树不见林，就是说，其实做个旁观者，我们都认为日本的结构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一直都还在一个战败国的框架里面，而这个战败国的框架，在日本的内部政治里面，没有人去挑战。日本不管是哪一个党，今天你在台面上看到林林总总这么多的党，有席次的党，每一个都是保皇派。对，日本是有天皇的。天皇的存在迷惑了日本，天皇的存在迷惑了日本的每一个政党跟每一个政治人物，让他们误以为日本还是一个国家。天皇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日本人以为他们还是一个国家，而忽略了或者让自己漠视了自己做一个战败国框架的那个框架，把那个框架当作是对日本的保护，其实不是保护，是监控。
日本就一直都还在那个战败国的监控的框架里面，而且没有人呢敢去呢挑战这件事情。每个人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把脸侧过去，嘘，都不要说，大家不要再往下谈。你看到日本的选举很频繁。可是没有一次的选举触及到，敢有人去触及到美日关系。是的，所有的美日关系在选举当中都会被绕过去，这算什么国家呢？这种的选举是没有意义的。我说，当他都是保皇派的时候，他就出现第二个我们在选举观察的时候呢，相对我们刚刚谈的美国，我们在谈美国的时候，我们会在讨论就是说选举的结果怎么样之后，它会乱，会大乱或者是小乱。但是你想想看，日本最大的特征就是他怎么选都不会乱，就是不管谁输谁赢，大家都很乖，就基本上面呢都是关起门来继续去搞他的派阀政治，跟讨论细部的很细的人脉。他的派阀跟人脉是他所有的政治关注跟政治讨论的重点。那个呢，其实并不是说政治在这一块不重要，可是你那个大原则、大方向都不见了。我就说你见树，但是你不见林。如果当你不见林的时候，过去呢，不管政党轮替，立宪民主党如何，他为什么不会让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你立宪民主党即使上来，我也看不出来你在政策跟国家治理跟原来自民党有啥不同。它就变成是纯粹是一种的权力上面的争夺而已，没有看到路线的差异。对，日本今天有路线差异的，像共产党这种是不会有机会的。对，但是呢，稍微有机会政党，它都是在一丘之貉。即使立宪民主党里面有许多的政治人物，也都是从自民党里面分裂出来的，他们有同源性。这个同源性，我说当他没有意识到他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且在选举的时候不敢提，而且选举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乱的时候，大家就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的下去了。日本在过去政治上面是这样，现在连经济上面都是这样。日本的股市现在是既不敢涨也不敢跌。你注意看，它真的是这个样子。你或许会觉得说，它股市是自由的，怎么会不？我看现在的股市，它是受到汇率的汇率的，就是连日元的汇率。所以日元的汇率呢，不敢涨、不敢升、也不敢贬的时候呢，日元汇率升它就跌，日元汇率贬，然后股市就涨，它就卡住了，就是。整个的政治经济呢，都卡在那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滩死水。今天呢，就算你说像刚刚提到的，像是这个就国民这个民主党，他对于呢年轻世代，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拉选票的方式，他并没有触及到年轻世代，并不是对于日本的处境没有反省的，而是日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日本在上个世纪，美国叫他签半导体协议，他就签了；叫你签广场协议，你就签了。在当时的政治家有远见，看到说这两个协议一签下去之后，30年之后你就看到东芝死了，30年之后你就看到呢日本就变成今天一滩死水的样子。政治的远见，如果你一直都只是跟着你既有的框架去运作，不会有解套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讨论石破茂去留，我认为那都是术。今天在日本的自民党里面，如果你不是一个大的派阀领袖，你坐首相的位置，你绝对坐不稳。今天就像是之前的那个才做了几个月的那首相的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是一个派阀领袖的时候，你每天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呢，去每个政策都要去讨好这个讨好那个，听这个意见，听那个意见，光这些事情就把你给搞死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讨论你自己的大政方针，没有人敢喊出任何可以让人石破天惊、耳目一新的口号。能不能做得到是一回事情，起码证明你有在思考。今天在日本，那个呢天皇呢是摆在那地方是不讲话的，真正在支配的呢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美国驻日本的大使讲话之嚣张。他讲话呢，比日本所有的政治人物来讲，你更想听，因为他讲的每一句话听起来这么刺耳，但是你都会觉得他怎么敢？相反的，日本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人敢去指责呢这个大使说你凭什么在我日本国的国内讲这种话？当了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几乎到处指点，他连与那国岛都去了。
都到与那国岛去告诉你说，你这个地方的这个部署是不行的。哪一个大使可以干到这个样子？他根本就是总督。美国在过去殖民时代，他都是派总督，古巴是总督，菲律宾是总督，今天在日本就是总督。好。在我眼里呢，我觉得日本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驯化的最成功的国家，这就使得他们所有的政治人物眼里头只剩下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席次的分配是最重要的，剩下来的这个国家往哪边走？为什么美国驻日本大使这么重要？因为他说的话会成真啊。其他的政治人物，你说石破茂去讲一个亚洲北约，到最后啪啪两个巴掌过来，他就再也不去提这件事情了。你就知道说他们的政治人物被驯化的多么的成功。好，不过还是要去观察一下日本的动态了哈。那么玉芳 Neil， 谢谢你的抖内，他说期待美国大选特别节目，还要再次的预告下个礼拜3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我们邀请了3位来宾，好好的来剖析美国总统大选。希望这次开票能够顺利啦，但是如果要隔个比如说1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开票出来的话，哇，我觉得这个全世界都会大乱啊，不是只有美国大乱。